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川普跟马斯克开撕之后，会牵动是国际局势的一个发展，这更是美国内部的路线之争。你看到中国，你看到习近平，他在4中全会前，他必须要进行斗争，斗争完你才能确定路线。美国也是这样，尤其对于川普来说，他在第一时间，他跟了习近平来通完电话，这通电话极为重要。他必须要确认未来对中国的路线到底是什么，这因此才会有川普跟马斯克有争执的事情来发生。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当一旦路线之争确定之后，美国就没有问题了吗？美国是不是整个军队、整个战队就已经战斗位置了呢？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要整合内部来说，团结一致对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有个最大的敌人虎视眈眈，那就是中国的习近平在那边拍手，看你们这个隔山看虎相斗。好，但是我跟他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伊隆马斯克跟川普两个开撕，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我跟他说，美国人呢这样是很正常的，美国人呢意见不同，大家就互相呛虾嘛。那以前美国啦，在以前还是西部牛仔的时代，他们有国会议员会约到外面去，直接就这样互相开枪，直接对决，对决啊，对决这样，所以美国人就是直接跟你开杠。那甚至我们知道，后来美国不是爆发所谓南北战争，他们有不和就是开战都没有关系。甚至我们讲到说，复仇者联盟不是有一部嘛，叫做美国内战。对，美国内战就是有美国队长他自己不赞同这个所谓美国官方的立场之后，跟你对战，对战完之后呢，他们还是怎样？还是和好了嘛，还是一致对外嘛。所以美国人呢没有关系，他们可以互相理念不同，大家可以互相讲开来，讲开来之后，未来还是准备要一致对外。所以我才说嘛，现在就是讲开来之后呢，现在怎么慢慢的修补之后，如果能够理出一个共同的方向，对外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让美国呢未来会更加强大。不过呢，我们就讲，因为他们两个人吵架，事实上我跟他讲，吵架有时候吵的过程呢，就很像是很幼稚的情人分手，两个人在那边互相喷口水。但是其实他们吵架深层的内容呢，都是围绕在一些美国的重大政策，围绕在美国未来的重大方向。所以呢，我们不要看他们吵架本质就是很像两个老男人在那边斗嘴，但是其实所以你说一路这样看下去，他们吵东西。仔细看，对，跟全球的发展、全球经济都有关系的。后来两个互喷嘛，互相都喷对方这个所谓人格的毁灭啊。他说你这个是 went crazy 啊，然后还有人说要查这个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在嗑药啊，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伊隆马斯克就回喷说，你的这个所谓过去可能有卷入所谓萝莉的事件啊，两个喷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说怎么样让范斯接班什么？但是我跟他讲，他们两个基本上是分不开的对方。为什么是分不开对方呢？因为事实上，我跟他讲，他们两个开撕之后，你看美国的所有的人就开始说啊，不要这样啦。你看，这是艾克曼是华尔街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大佬，他说什么？我支持川普和伊隆马斯克，我认为他们应该为了我们伟大的国家利益握手言和。伊隆马斯克来这边呢 ，X 啊，他说 You are not wrong， 你说的没有错。然后后来美国的有一个作家就说，请你们和好吧，不过不要接吻。然后伊隆马斯克就在那边笑。所以你看，事实上，整个气氛事实上有慢慢和缓下来的一个状况，而且接下来的话，白宫准备安排了伊隆马斯克要跟他通话，就是白宫的助手可能会跟伊隆马斯克通话。那通话之后呢，有可能是川普会直接跟伊隆马斯克沟通，或许他们两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纷扰就有可能会降温。降温来说的话，对美国利益当然是会好处。所以才说，现在市场在观察他们两个接下来的最重要的两个接下来会怎么做出一个协商的这个状态。而且里面刚刚有特别提到哦，就是 SpaceX 为什么马斯克说这个 Dragon 这个太空船这计划大家这么在意？对，因为其实这个是握着美国的一个生命啊，因为在太空生命上面，你今天没有 SpaceX 你是不行的。对，没错。实际上，为什么一开始他们吵架的时候呢？你看吵没多久的时候，你看川普直接说什么？哎呀，要终止伊隆马斯克的政府合约，简单就不要给他，因为他的这个价值220亿的 SpaceX 的合约，他马上就讲他，就说你一直说什么我们大而美怎样，我就可以减少费用嘛，减少费用就220亿嘛。就伊隆马斯克马上就说宣布 SpaceX 历史开始退役所谓的 Dragon 的太空船嘛，所以就变成这样。但你要说他们两个真的会不会就这样子？伊隆马斯克会不会真的让他这个 SpaceX 退役？当然不会，我讲他就气头上，他刚刚已经说好了不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样？因为 SpaceX 对美国来说太重要，但是 SpaceX 对伊隆马斯克来说也很重要。对，为什么 SpaceX 对他很重要？第一个，未来他不是有所谓的要登陆月球、火星吗？对，这些你都需要钱啊，钱谁给你啊？美国政府可以支持你嘛？那你还有所谓的增月计划，美国政府有所谓阿提米斯计划，这个都美国政府会给你钱，所以他都要维持这个关系。在美国什么？美国你知道美国这个所谓飞龙号。
事实上，美国曾经有一个说法，他准备用这个在他们的国防工业的东西，就是把它当成是个运输嘛，运到世界各地。对，所以它不是只有这个太空，它还有未来的国防，然后还有它 SpaceX 可以打这个星链上去，星链也都要用这些打上去。所以它是包含航天、军工、国安领域，它通通包的。对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啊。你知道，我跟他讲啊，伊隆马斯克他大概也知道了，特斯拉。赵和问你，特斯拉有人会去买特斯拉的车子吗？现在没有了嘛。特斯拉现在最重点是什么？特斯拉现在重点是未来的自驾计程车。这个部分来说，掌握在谁的手上？掌握在川普的手上。川普说：“我要给你开放执照，就给你开放执照；不给你就不给你。那你能怎么办？”再来就是 SpaceX 的东西，SpaceX 的东西都要美国政府同意啊。你看它的航天。美国 NASA 可以给你预算，对，你的军工我可以给你订单，国防部对美国国防部今年的预算是创新高啊，对不对？然后国安领域你是不是都要？那你看，伊隆马斯克这一次去中东，不是拿了很多中东国家的星链计划吗？批准，那他们是看谁的脸色？是看川普的脸色啊。所以我跟你讲，他们两个，我说真的啦，伊隆马斯克，我觉得他最后会回心转意，跟川普回心转意，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太多东西，但是美国政府也需要他，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再把关系闹得更僵。为什么？你看哦。这是我们来讲，这是美国的总发射量，对太空的这个太空人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发射次数，就火箭的628次，628次。好，那这是中国约莫在这个地方，中国大概是对，大概是这样。但是你看，这是如果是扣掉 SpaceX 之后，这就是美国。所以呢，美国跟中国来说，如果扣掉 SpaceX 啊，中国约莫是美国的大概3倍左右。对。那因为加上了这个 SpaceX 之后，美国才能够赢过中国嘛。所以也就是说呢，事实上现在在支撑美国航太发展的不是 NASA， 是 SpaceX， 就是马斯克。对，所以你就说川普也需要你嘛。川普他是不是？我跟他讲，他最近不是要打造一个金球系统吗？金球系统，你觉得需不需要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帮忙？当然都需要嘛，所以我才说他们两个是不会闹翻的。尤其是你看，因为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 它不是火箭可以回收吗？火箭回收的话，未来的话，它这个量会越来越大啊，所以我才跟你说，它不可能跟他闹翻的嘛。所以也就是说，两个人是互相需要，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这个状况。再来就是说，他们两个为什么说他们是所谓的这个路线之争吗？说真的，他们两个开始吵架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为了关税战。对，你看关税嘛，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来说，他是不主张，伊隆马斯克是不主张对全世界课关税。对，他认为说就是不要课关税嘛。但是因为显然啊，这个很多白宫的人啊，特别是纳瓦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士嘛，还有贝森特嘛，他们都说要对这个各国开刀嘛。对，各国开刀的时候，当时你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伊隆马斯克跟谁开始？跟纳瓦罗开始。对，他说什么呢？纳瓦罗真是个白痴，他在这里说的话居然是显然是错误的。那个纳瓦罗，他比一袋砖头还要来得重，还要来得蠢。对，没错。那你看，那后来就说什么？然后就说有人就反驳说，人家是100%的博士，那这里没有博士学位，那是这个贸易这个相当大的一段时间啊。对，他等于是替纳瓦罗说人家是博士，结果他就说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是烂，这个意思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跟纳瓦罗就是开撕。那为什么纳瓦罗很重要？纳瓦罗当年啊，可是为了川普他去坐牢，坐牢好几个月，所以出来的时候他被这个所谓川普重新重用，他在这个川普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然后你跟他闹翻，再来两个是谁？他跟贝森特又闹翻。照我们现在不是讲吗？现在美国的经济撒谎是谁？贝森特嘛。对。现在贝森特说的话都比谁还要重要嘛。但你看他前一阵子也跟贝森特闹翻啊。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过吗？胸口直接对撞，吵得比谁还大声。4月16号，对，当时是什么？这个川普在白宫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跟意大利总理梅兰妮见面，就是长得蛮漂亮的那个总理，两个人见面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所有的记者还有这个意大利人听到什么，两个男人就吵起来，然后他们跑去那边看两个怎么回事，就两个男人这个都是亿万富翁在那边摔跤，然后胸口顶胸口这样，非常不爽。他说为什么？因为当然就是第一个关税不合嘛，再就是伊隆马斯克原本要挺卢特尼克担任财政部长的嘛，就后来这个川普就选了这个贝森特，对，所以他们两个新仇旧恨搞在一起啊。你知道，事实上伊隆马斯克他的这一届的很多美国的官员，包括说像副总统范斯，对，那包括说很多重要的这个官员，你看是谁提名的？是矽谷帮。当年有一个叫 Peter Thiel 的这个，现在是 Palantir 的老板，他们是资助这一届政府最重要的人士。所以就是说，这一届人士里面重要就是矽谷帮，
还有包括说像这个所谓原本的川普人马组合成两个组合起来，原本大家都希望说，哦，美国的科技业者跟美国政府组合起来，未来可以对付中国嘛？这样中国一定不是对手，两个组合起来强联手，就没有现在强两个在互斗啊，吵翻天了。所以现在很多为什么美国人都希望说他们两个能够整合起来，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好，那为什么我觉得说对美国来说，他真的要整合起来？第一个，你看哦。昨天一段时间的时候，不是川普有跟习近平通话吗？对。那习近平跟他通话的时候呢，事实上川普讲了什么？川普他讲的就是说，我有跟他对话非常好，但是他还说什么？川普表示对于稀土产品的棘手状况应该不会有再有问题。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现在全部的稀土问题已经压着，包括美国没有办法喘了气。川普这样讲代表什么？我都解决好了，没问题了。对，好，那稀土可以解决什么？解决电动车的问题嘛。然后解决这个美国未来的这个科技发展 AI 的问题嘛，解决美国的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的武器的问题嘛。好，那这些东西都要谁发展？伊隆马斯克要发展啊，所以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现在我们就不要再吵了，好不好？我们还是专心的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另外是什么？你看《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叫做“图解中国跟美国军工实力的这个差距”，他现在讲到说，你看中国的制造劳动力这么多，然后美国大概是只有这么少，差这么多，162万，然后跟17万，差那么多。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你看船舰的数量，美国跟中国的数量也是差非常多嘛，对不对？你看美国是节节败退，中国是节节往上升的。所以呢，两个国家这个差很多哎。你看到哦，这个原本到个十百千万10万辆，然后现在到这边1万多辆，1万多辆。可是中国开始往上升，往上到这边已经快逼近它，超越它了。对，所以你就知道，中国跟美国的军工业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出现反转。好，照我问你。这个伊隆马斯克是不是要搞军工？你看他前一阵子说什么无人机、无人舰，对不对？对，这都是他要发展的啊。所以跟你讲，伊隆马斯克跟美国未来的发展是深度捆绑在一起。川普也知道这个道理，那伊隆马斯克也知道美国政府也离不开他，所以我才说嘛，虽然没有错，他们两个可能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大又美的法案，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还有斗取的很多问题，两个人不同意见。但是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把这些误会都化解之后呢，能够重新整理出一个方向，我觉得呢，两个人呢，这个曾经闹翻又再度整合在一起的美国，那张志非常的强大。国正，这样一路听下来，美国内战一结束之后是什么？就是团结的开始。但团结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关于美债，关于稀土问题，现在。路线一确定之后，这些都有解决的方法吗？所以你从这一次的所谓的分手大擂台，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美国的深层的政治到底是什么？谁在控制整个美国？矽谷跟华尔街，犹太人。所以比尔·阿克曼是代表什么？他是华尔街的大金主，他也是犹太人，是美国华尔街里面的大金主。所以他出来讲之后，两个突然间说我们要大团结，美国的利益一致对外。就因为华尔街的大佬。阿克曼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这两个人就起火了。所以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的是美国深层政治里面后面代表控制美国实际的到底是谁真正的在运行这个国家嘛？其实代表川普政府当然也是美国的政府，再来是华尔街的金主，美国的科技业。那主要的运作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还有代表美国真正背后最大最有实力的犹太人。所以他们马上谈完之后，你们把它吵完。吵爆，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出来谈完之后，再来就是砍完。你们要砍多少没关系，你们今天砍完，再来就是一致对外。所以你可以看到，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之后，开始上演这场大闹剧。可是美国政府动起来了，动起来是什么？川普政府马上发布了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的汇率操纵报告，公布说有9个国家列入汇率操纵国，包括中国。第一个，艾克曼还真讲过一件事情哦，关税政策就是要孤立中国，非常清楚，所以这代表美国的华尔街跟美国精英到底在想什么？中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还有德国，然后把爱尔兰跟瑞士这种没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加进来了，而且很明显的，他要怎么样拯救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债务问题现在真的非常严重。你看，中国真的是对他进行核弹级的攻击。就是抛售美债，所以它减持189亿的美债，降到7654。本来曾经是美国是最大的债主就是中国，再来英国是拼命的增加290亿美元取代了中国，然后在日本也是在增加哦。好，台湾也是连续3个月，对，但是这代表什么？一场激烈的债券战争正在吵，所以吵架之后跌的是什么？
跌的是特斯拉的股价，崩的其实是美债，而且资金正在快速撤离。这是《金融时报》讲的，很大型的投资机构正在从美国市场转移资金。美国现在是非常危险，包括加拿大的退休基金，还有橡树资本，多数的大型机构已经把资金从美国抽离。所以现在等于全球完全不信任美债吗？对，把资金转到其他的市场，所以贝森特就可以从他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美债现在有多危险。所以两个为什么要炒翻？赶快把路线讲清楚嘛！贝森特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是拨款100亿美金购买美债。财政部本来是发行美债的单位，你一手发行美债，左手发行美债，右手再把美债买回来，左手买回右手，而且是财政部史上最大的购债规模。因为殖利率升得太快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10年之后，美国政府的收入的1/3都要付利息，所以利息实在太贵了。所以他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我要撑住美债的信心，我希望利息不要再升上去了。所以他买的美债是直接翻倍，叫做爆买美债啊！他为什么干这件事情？他在警告说，鲍尔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你不要再梦游了，赶快降息。你是说他赶快施压他了？赶快施压他！如果你再不去降息，让美国利息负担下来，让大家信任美债，那我只好自己干，我自己卖美债，我自己买美债。而且再来，贝森特马上做一件事情，你也可以，他通完电话之后，他公布了汇率操纵报告之后，他明着讲哦，他在这个报告里面明着讲。我已经明确告诉这些伙伴哦，你们现在要站队，我美国已经团结起来，目标很清楚啊，你们要站队，不要用汇率来操纵对美贸易失衡。意思说，我们台湾去年赚700亿美金，今年赚900亿美金，你要赶快解决问题哦。我如果发现你有汇率操作的话，我会处罚你哦。讲得很清楚哦。所以童子贤董事长就讲，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就讲说，这美国现在的法案跟美债的问题叫做大而美法案，地球最富裕的大楼它在喊穷，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竟然在喊穷，所以就好像有一个最有钱的社区大楼竟然跑出来跟我说，你们其他社区的住户都要分摊我的钱，分摊我们这栋大户，所以怎么样？一致团结，把问题丢给外部，所以这就是华尔街，这就是他们的共识。你看，他们的路线，犹太金主讲出来了。而且昨天为什么打给习近平要解决问题是什么？稀土，马斯克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所以昨天爆炒之后，要不要解决稀土问题，你就可以看到动起来了。所以马斯克知不知道？美国现在发展的问题，你看福特的探险者，它的生产被影响了，就是因为稀土的零部件短缺。再来，欧洲因为被控制了25%，只剩25%，所以可能在6月中之后，零组件或者是相关的原料对会耗尽，它也会有问题。日本的 Suzuki 也发现它的 Sweat 已经因为稀土，所以它很多运动版的已经也没办法供应。丰田跟日产也都知道，那所以这代表什么？中国的稀土政策确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占全世界将近70%，它已经控制了、掐住了。所以从昨天川普的一句话也可以出来，通完电话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稀土的问题，那代表什么？美国之前有稀土的问题。对，好，那现在一致对外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很多国家马上表态，问题严重，对外人知道，马斯克更知道，因为他买最多稀土。那爆之后，人家日本马上站出来说。马上引述新闻说，日本即将要跟美国继续做关税谈判嘛，我们要好好谈嘛。还有刚刚贝森特说的贸易逆差，还有刚刚所谓的美元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跟美国稀土方面的合作，我要帮你解决稀土的问题。所以这样一路听下来，他原本说什么？中国来到，我们看到这张图，中国垄断了稀土的70%哦，然后结果今天要帮他解决问题的是日本。日本早就嗅到这个味道，所以在你昨天谈完之后，马上消息它就出来了。你美国要的稀土，我日本通通都可以帮你解决，所以就会派日本的经济相就斥责跑去美国跟贝森特谈说，我们又要解决美债跟美元问题嘛，我一直在买嘛，再来我可能对美元也要升值嘛，被点名这几个国家大家盟友要站队过来，而且川普也释出好意哦，川普其实人也蛮好的，他马上跟他说，我本来要把象征美国的美钢不准卖给日铁嘛，新日铁，结果现在人家说软化了，我其实可以欢迎美国、日本人来做伙伴啊。暗示说你日本好好表现，我拉拢你来站队这边嘛。
我告诉你哦，其实日本真的在稀土跟金属上其实是很强的。它其实早在10几年前钓鱼台事件的时候就被中国断过稀土，所以日本的商社其实早就都有研究过，像三菱化学它会扩大镓，这次镓也被挡到，所以它可能会从哪里？澳洲或挪威或莫桑比克这些国家，莫桑比克也会去探索新的石墨或镓的原料，等于全世界日本5大商社都有布局。再来松下，它其实做电池也做得很好，所以它会跟加拿大做电池供应链的一些合作。日本5大商社在全世界都有稀土了，那这样站队之后，为的是什么？就是跟习近平昨天通话，要对抗中国嘛，所以是打又停。我昨天对你让步，其实是政治上，以后再说嘛。可是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拉拢了。所以那一通电话之后，完完全全每个人都站好队了，就战斗位置，准备要开炮了。所以深层政治就是什么？一致对外嘛，接着逼迫好好这些盟友要讲清楚，你们要不要帮我嘛？那日本站出来之后，这些被点名国家，当然每个都会跟美国站队。你有什么问题，我马上协助解决。那全世界的就会站在美国这边嘛。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场分手大擂台对世界的改变其实是很大喽。因为我们刚刚一路谈下来哦，昨天川普跟习近平那一通电话原来这么重要，不是里面内容啊，而是谈完之后，大家各自回去把路线都确定好，确定好之后，你把所有的盟邦都拉来，完完全全都在对抗中国，战斗位置都拿出来了。对，习近平有没有办法找他的盟邦来对抗川普，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看得到川普没有拿到他应该想要的东西。因为这90分钟谈的结果等于是没谈一样，而且川普的这个讲话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晰哦。因为川普在这部分绝对不会骗人的，因为他说他喜欢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真的不好谈。那也就是代表说，他要求习近平让步的东西，习近平一点都没有在让。对。那如果没有在让的话，那川普回过头来是不是开始在点兵了？就说我这边来讲有什么炮，这个所谓的大炮可以去轰掉这个中国这边来讲嘛？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来讲哈，你看到在川普团队当中，过往来讲，我们都晓得哦，马斯克都跟这个川普的很多阁员都在吵架，对，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甚至有肢体动作都出来了，所以代表说，其实他们也是一种路线之争嘛。那到底要对中国踩硬的，还是踩软的？你看到。这个网络上很多梗图啊，都在讲说马斯克啊是好像是传递这个川皇跟习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员，对不对？但事实上的确也应该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马斯克大家知道说他过往在中国的做这个特斯拉的生意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是需要依靠中国。对。那他在美国部分来讲也是需要美国的市场，所以他两边在那穿梭。当然，他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两边能够打起来，两边。不要进入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像之前关税战一打出来的时候，他是最反对这个事情的。所以显然呢，他的这个川普的团队的这个相关的阁员跟马斯克之间是有路线之争的。那这时候看得出来说，川普跟马斯克吵架了，然后就把马斯克赶出去了，代表说什么？在川普内部来讲的话，强硬派已经上头了。那强硬派上头的时候，就包含像贝森特也好啊，这个卢克尼克也好啊，甚至卢比奥也好啊，这些相关的阁员来讲的话，就已经进入到战斗位置了。对。然后这个川普那一通电话有点像是什么？最后给你机会，现在又给你警告，是最后通牒啊。如果这有点像类似这种，但是听一听嘛，听听习近平怎么讲嘛。那习近平接下来讲，今天他们还希望说能够相互访问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真的你在这里玩，我在那边玩，不是，是希望他们找一个时间点，是不是能够见面一下，好好的当面再瞧一下。如果当面瞧不了的话，那真的是完蛋了，很多没有任何空间可以来处理了。所以今天从现在开始。至少可以确定6月中的生日趴已经没有了，对，因为他们没有去提到生日趴这件事情，也没有相互在生日趴的时候互相庆祝跟互访。那接下来就到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7月8号，也就是关税再延后90天的到期日这个地方。你如果说你看这么多天来90天喽，川普跟拿中国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然后呢，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关税战的一个，就是他达到了是一个公平贸易的结果嘛？结果一个东西都没有出来的时候，川普怎么对内交代？他的威望，他的这个未来以后共和党怎么选举？接下来期中选举要怎么选举？所以其实这个川普这一通电话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已经了解到习近平的底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因为你今天来讲的话。90分钟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啊！他们不是说谈得很好吗？谈得很好，结果是什么？
那个川普说，如果川普的讲法是说，不错，这个习近平呢愿意让步啊，这答应我的条件啊，我们过没多久我们就派谁过去跟他签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代表谈好了。对。但是问题是现在没有啊，他说他很硬啊，他代表说他落不下来啊，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谈出一个结果出来啊，所以接下来要动手了。那什么叫动手？就是说美国开始要端出他的所谓的大刀，或者是端出他的棍棒，有杀手锏，打打看，对，看敲山震虎，看一下到底习近平能不能耐得住。所以双方来讲的话，现在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可能在未来这1个礼拜内，或者是2个礼拜内，可以看到川普政府怎么出招来对付中国。所以现在川普的招数非常简单嘛，就直接说我把盟友全部都拉起来，是这意思吗？包括刚刚看到日本说我缺稀土，你还帮我处理稀土，我的国债问题其他人都帮我解决，现在每个人都就战斗位置，是这个意思。你看李在明的讲法。李在明他不敢去提到中国，李在明当然现在来讲他也避免说他被大家贴上一个亲中派的一个标签。对，所以李在明讲说，美韩的这个联盟很重要啊，对不对？然后又要讲这个要跟川普好好来谈这个贸易的等等这些事情，代表说李在明应该有接受指示。介绍川普政府指示，你最好讲话给我小心一点。然后你如果说不在我这边的话，小心我连你一起打。所以现在来讲话，一个指标就是李在明。接下来再看到石破茂，就是日本的首相石破茂，6月中的时候在加拿大会举行这个7大工业国会议，日本、韩国都会被邀请去的时候，石破茂这时候怎么跟美国来疏城？这个疏城来讲的话，就代表一个已开发国家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这会让川普心里非常开心。相较来讲的话，中国如果没有一个任何东西出来的话，接下来整个炮口全部就会指向中国了。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川普跟马斯克的争吵开撕，我想说今天全球焦点应该在这，但我们往后面去把这个时间点慢慢爬出来，才发现太奇怪了。第一个，川普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开撕了，没多久。普丁的部分就开始轰乌克兰了。刚我们讲了，先前才提到说，乌克兰用蓝色蜘蛛网要把整个俄罗斯给网罗住，遍地烽火，110架无人机开始在各地炸的时候，这时候你才发现俄罗斯也说好，那既然这样，我也要给你含扣。你用蓝色蜘蛛网，我就用玫瑰同林眼，好不好？他把整个我们讲基辅炸得乱七八糟，这是什么炸法呢？首先你看到，首先这是基辅的民宅，明明的这个地方没有住人，就远远的来一个我们讲的导弹啊，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结果把这些民宅呢炸得我们讲的，我完全是支离破碎，甚至还有记者特别跑到里面去看，说，太可怕了吧？那这个地方呢，整个全部都严重的损伤，而且你想想看哦，有些地方呢，甚至还可能有人刚好经过啊，或者在地上走啊，或者在大楼里面，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伤亡。那你仔细听听看哦，普丁他怎么讲？他就说，那你乌克兰那里北汤啊，你不能一边跟我讲说要 ceasefire 要停火，对不对？那一方面又跟我讲说要举办高峰会，就一方面呢又用这种箱型货车里面装了一堆无人机给我们炸。他说你这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而且他就直接讲非常白哦，他说乌克兰你就是恐怖分子，这代表什么？谁要跟你谈？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完蛋了，对不对？那乌俄这样是不是没搞头了？对不对？话锋一转，你看到川普这个讲法，你会觉得他说有时候啊，你看到2个小朋友在公园里面呢激烈的打架，彼此仇恨，打得不可开交。他是在讲乌克兰跟俄罗斯啊，他说你试图把他们拉开，他们却根本拉不开，那你就让他们打一会儿再介入。他的意思说，反正就让乌克兰跟俄罗斯去打吧。乌克兰他说现在也放话说，我早就知道你俄罗斯要这样干的。对不对？所以我早就潜伏到你的基地里面。你以为蓝色蜘蛛网只有1集吗？没有，很多集。他说我继续给你弄。然后他有一个伊斯坎德尔这个 end， 他们就是在远距离这样拍。其实这原本是什么？原本是俄罗斯民众哦，他在那个画面里面很高兴哦，前面还在那边比耶，然后在那边前面拍照，然后后面突然就嘣一个，然后俄罗斯民众鬼民都就炸了。对，就你看到了，他突然间后面就爆炸，然后他们就说完蛋了，因为这是我们对他们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对，这是弹道基地。那他们现在想说可能是萨姆300啊、萨姆400啊，或者是我们讲的伊斯坎德尔这个导弹。然后呢，同时呢，乌克兰也公布了自己的无人机部队，然后他就在俄罗斯境内到处潜伏，而且讲了一句非常非常中二病的话。他说什么？我们曾经害怕黑暗，但现在黑暗也害怕我们。他们就是在那边叫嚣嘛，叫嚣就是要讲得很帅嘛，对不对？然后呢，与此同时，你知道各个基地，他对他们的各个导弹啊、飞弹啊，甚至空军基地。以及你看这是恩格斯2号的这种基地燃料舱也进行攻击。其实他在干嘛？他一直说我知道你要用这些打我，
我早就知道说你就是要用这些我们讲的准洲际导弹，或者是这种中程型的飞弹来对我发动攻击，我有情资，所以我提前就去那边搞破坏。那你也有可能呢，用我们讲的航空器的方式 ，aircraft 的方式来对我进行轰炸，所以我提前把你的燃料呢给打掉。那在燃料之前呢，我油井呢我也把你打掉，那通通都是用这种。所以他这样一路看起来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对，都是用提早干了，以小博大的方式。所以你看为什么浓烟会烧得这么大？因为这边是油井。等于说我不一定要打你的战略设施，我可以打你的经济设施，未来的你可能提供的设施。所以你看哦，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讲说什么，在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一大堆地方各地拦截了174架无人机。哦，这是他声称的，他说他拦截。那你想想看，可能打中地上的可能也100多架嘛，可能你算一半的拦截几率，甚至还说有10架在哪里？在莫斯科哦，等于说直接我们讲要找到你普丁去喽。所以你想想看，双边呢虽然说各自有所谓的克制，但是呢感觉还是要把那个红线踩到最紧绷。你从一个角度你就会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讲说印度呢跟巴基斯坦在印巴边境呢在冲突，对不对？结果现在传出新的消息，什么消息呢？第一个，俄罗斯说我愿意卖苏凯57逆中战机给谁？给印度。啊，对这个怎么可能？印度不是说他要跟美国买吗？对，照你看，我有美国，我干嘛买你俄罗斯的？有意思的东西就来了。我们知道川普跟这个普丁前一阵才通话嘛，那时候川普讲说我要卖 F-35给你，对不对？对。但是 F-35它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它一定是美国制造，然后直接丢给你，它不可能让你在本地制造。对。那F-35的要价呢是8000万美金，所以他们那时候听就觉得说啊，这公棒嘎啦。因为印度现在他们的主流政策是什么？要印度国造，也就是说我要任何的武器、任何的飞机呢，我都要在我本地制造。所以这时候俄罗斯突然就跳出来说，那我苏凯57卖你，而且给你在本地制造。那就满足这个需求啦。那与此同时，你看巴基斯坦这边也很妙马上再升级说好，我歼35提前交付给你。我要跟中国买，很急啊。对，因为他歼10表现很好嘛，那时候打下一大堆标风战机嘛，所以你看等于说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把巴基斯坦呢给吃下来。但你不要以为说巴基斯坦就是变中国的小老弟了，也不是这样，因为巴基斯坦本身也有F-16的一些计划呢，跟美国正在运行当中。但你从这个端倪，你就可以看出一个门道。这个门道是什么？就是美国跟俄罗斯没有你想象的交锋的那么剧烈，而俄罗斯跟中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说不定只要价格谈得拢，届时拍板下来，谁跟谁交往在一起，你也不知道。对的，我们时常在讲中国内部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不管是车祸啦、冲撞啦、杀人等等。但是今天这起车祸，导播我们看这起车祸是一个开车已经证实了开车蓄意撞人，那撞人是谁？这个人竟然是地方的人大代表。现在这什么状况了？没有错，因为这段影片呢，很明显的看到各位，那么一辆黑色的车停在路中间嘛，那白色的车沿着它晃，显然白色的车就是不爽黑色的车，不知道什么事。你知道他恨到什么程度？他不是沿着他这样绕吗？他的逆向过来的时候呢，刚好不是骑着这个机车 Autobike 的一对这个等于说那个行人呐，那么过来的时候撞上去，有没有？对，撞上去以后两个行人喷飞就受伤了嘛。而且那辆机车还被他拖在车子的前面，这样拖着走，他还是不放过。他的目的不是在那个机车的行人，而是他就是要绕着这个的白色的车子就要绕着那黑色的车子，而且不断的擦撞。那到底的是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做呢？那么事实上呢，等到后来了，人家报了陕西宝鸡公安局了以后呢，那么中国公安立刻赶到了现场。我的天哪！结果这一辆一直绕，一直撞了机车，撞黑车。那么这个车子是谁呀？原来这个驾驶是陕西的这个社区书记，也是人大代表，她是54岁的女子，叫做张春凤。请听清楚她又是书记，又是人大代表，两个身份呐。所以呢，她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都研判说会不会是因为平常嚣张习惯？平常嚣张习惯了，所以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冤有头债有主，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做？事出必有因嘛。哪有这么嚣张，直接这样大马路绕，还硬要撞的？因为他显然他的目标，这个张春凤呢，他的目标就是那辆黑色的驾驶。对，正巧黑色的驾驶也姓张，也是个女生，也是个女子，而且你可以发现她异常的低调。照理来讲，你车被撞了，对不对？一而再再而三撞你，然后不让你走啊。
一定有原因，你会下来理论，或者是说一生气跟他撞一样跟他撞，然后赶快跑掉嘛？对，对方也没有呀。所以现在下面中国小粉红、中国网友开始噼里啪啦一大堆，还有包括加上台湾的网友噼里啪啦的进行柯南呐，然后下去了以后呢，他们竟然认为研判说最有可能，不过也应该怪这个陕西宝鸡公安局，你知道他怎么写吗？因为个人的纠纷，天哪！个人的纠纷可不是行车纠纷哦，因为黑车显然没有去撞白车嘛。那么有人说会不会是感情的纠纷？所以为了个感情纠纷，他不个美修双，然后最后的结果是现在这个张春凤，他这个人大代表跟书记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然后在这个今天呢，他的这个书记呢的身份已经被免除了，而且现在进一步要把人大代表的这个身份也把它免职掉。然后也就是说，他2个身份特权的身份都没有了，还要刑事拘留，抓去关就对了。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呢，中国最近真的是这个多事之秋，为什么呢？因为呢，在陕西啊，刚刚讲是陕西宝鸡嘛，在陕西的西安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陕西西安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包括这个等于说，这个是发生在这个河南的。河南这个女孩子呢，她从什么状况？他突然间拿个棒子呢，那么他们爬到人家的引擎盖上面，就是那种棒子去砸人家的挡风玻璃，他不是砸一辆而已哦，这么凶，他不是砸一辆而已，他砸了好几辆车子啊。看他的穿着也穿着不错嘛，然后他应该不知道为什么情绪失控，还是为了什么事情啊？你看他连续砸了好几辆车子，然后呢把人家这个车主还往前就直接开车等等，还把他甩下来等等啊，然后最后呢砸了好几辆车子的挡风玻璃之外呢，那么公安单位也把他抓起来，理由是精神失常，他说他的精神状况有问题啊，所以应该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他不就是一个对社会的发泄嘛，然后就被扣一个帽子了。问题是在于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好，刚刚讲了这个河南之外呢，陕西的这个我们如果有到西安去观光，都知道一件事：西安观光发生什么事？西安观光的时候不是有兵马俑吗？对，结果有一个男的他跳下去了。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禁地哦，他跳下去，3米高3公尺高他就直接跳下去，推倒了2个兵马俑。画面这个人中间我们仔细看哦。中间那个人他跳下去了，跳下去了之外呢，你要知道，中共所谓的那个西安的兵马俑啊，事实上就是国家文物，对不对？他就跳下去之后，他还把其中2个兵马俑给推倒了啊！推倒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就突然间坐下来，跟躺下在兵马俑的旁边呐。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后来他也被拘捕了，理由也是说他那么精神状况呢，这个等于说有问题啊等等。可是问题是在中共，如果你推倒这个所谓的兵马俑的话呢，你最高可以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好，那除此之外，最近中国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中国那么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的食堂就是我们的餐厅啦，学生餐厅发生什么事？这个为什么大家远远的看着那个黑衣服啊？他拿把刀，无差别的攻击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的人，不管你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呐，就突然间用刀子去攻击，然后嘴巴念念有词。事实上，他攻击之前已经先在网络上面发表了一篇，他为什么这样做去刺杀人家？后来刺杀了3个人呐，原来只是因为他的论文没有过，教授对他的论文有意见。论文没有过，对他论文有意见，他认为说你现在教授现在才跟我讲，那造成我要大规模的修改干什么？他对这教授的不爽，他认为说你让我不爽，我就让你们不爽，他就莫名其妙的持刀闯进去武汉大学的这个等于说食堂餐厅啊，就这样无差别的去攻击人家，莫名其妙嘛。那像这样的行为，在广州的这个等于说南站大厅啊，也一样发生，也一样就在广州南站大厅，就一个男的看到他拿一把匕首。就朝着另外一个人，各位可以看到，已经被他刺到倒地了嘛。最后包括警察、公安等等啊，赶快冲上去把他给制服。原因也是不一样嘛。那你看，在山西的酒吧也是，那么500多万台币以上的高级的车子，就突然间朝酒吧撞下去。所以最近中国不平静，到底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但是整个中国陷入一个极端的混乱当中。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